你可能一直誤會了一件事，你不是在處理關係，你是在不斷進入關係。如果你覺得關係很累，可能不是你不會相處，而是你很早開始就已經形成了一種習慣。只要進入一個關係，你就會自動進入對方的狀態。你可以回想一個很日常的畫面，你走進一個房間，還沒說話，你的注意力已經開始移動，誰沉默，誰情緒不對，誰讓氣氛變了。然後你開始調整自己的語氣、節奏、表達方式。但問題是，你是在生活，還是在進入一個下意識反應狀態？很多人不會意識到，他們不是在進入關係之後才開始累的，而是在進入之前就已經默認自己要進入了。你可能會說，我只是比較懂事，但換個角度看，也許更真實的是，你很早就學會了不制造麻煩。很多人以為問題出在關係本身，但真正發生的事情是，你在每一段關係開始之前就已經進入了自動模式。在家庭裡，這個模式第一次被強化，你可能很熟悉這種感覺。話還沒說完，氣氛先變了，你立刻停住，然後開始解釋。但解釋這件事本質上不是溝通，而是你在讓對方的情緒重新回到安全狀態。久了之後，你會形成一個習慣，不是表達自己，而是先處理別人的反應，然後進入職場。這個系統不會消失，它會升級成一種更隱形的結構。你甚至沒有說我可以，事情已經默認落到你身上。你有沒有注意到一個規律？不是能力最強的人最累，而是最不拒絕的人最累，因为他們的系統裡沒有一個選項是我可以不接受。慢慢你會進入一個狀態，你的人生看起來很正常，甚至很穩定，但你自己知道一件事，你沒有真正停下來過。你的生活只剩下4個動作：回應、解釋、調整、再次回應。如果你有一點感覺，這是我，繼續往下看。這一層更關鍵，很多人開始不想社交，不是因為討厭人，而是開始意識到，每一次進入關係都不是互動，而是消耗。每一次回應都在消耗注意力，每一次解釋都在消耗能量，每一次沒關係都在讓你一點點變小。但問題還不在這裡，真正的問題是，你從來沒有退出關係的機制。別人說一句話，你立刻回應，別人語氣變了，你立刻調整，別人沉默，你開始分析。你不是在面對世界，你是在被世界觸發。回應是選擇，觸發是下意識反應。你可以做一個很小的實驗，下一次有人說話，不要立刻回答，停3秒，你會第一次發現，原來我不是必須進入。再做一個動作，別人誤解你時，不要立刻解釋，因為很多解釋不是溝通，而是恢復沒有問題的感覺。但問題是，你為什麼需要不斷確認自己沒問題？再做第3個動作，當別人把事情推給你時，不要馬上接，先問一句，如果我不做，會發生什麼？你會發現很多時候什麼都不會發生，但在你的舊系統會告訴你，必須有人接住，必須有人負責，必須有人穩定局面。於是你成了那個默認角色，不是因為你被選中，而是因為你從不退出，而是開始意識到一件事，你可能一直在關係裡，但很少真正站在自己這邊。所以問題從來不是你會不會處理關係，而是你有沒有在一開始就允許自己進入關係之前先停一下。很多人會把這種狀態當成我比較懂事，我比較好相處。有些懂事其實只是長期沒有選擇權的結果。你現在正在看到的不是別人，而是你自己的默認系統。你不是不會溝通，你也不是不會相處，你只是太習慣在關係開始之前就先讓出位置。所以我想問你一個很真實的問題，你最容易在哪一種關係裡失去自己？ A. 家庭， B. 職場， C. 親密關係， D. 已經習慣了。有時候最可怕的不是選 A、B 或 C， 而是已經習慣了。你不是突然變累的，你只是很久以前就已經開始默認進入。如果你剛剛有哪怕1秒覺得這就是我，你已經不是普通觀眾了。下一集我們要拆的不是溝通，而是更底層的問題。關係升級，從爭吵到高效溝通。如果這條內容對你有一點點作用，
你可以做3件很簡单的事：點個讚，讓更多還在自動進入關係的人看到；轉發給那個總是在關係裡消耗自己的人；關注覺醒思維。下一次我們拆關係是如何開始改變你的位置的。